好，台南看起來最近多災多難哦，這個下大雨淹水、爆炸哦，然後呢，業者因為堆積廢棄物，就這個地方這個反正要爆炸燃燒有幾個條件，第一個你必須有材料易燃物，第二個你必須要有足夠的氧氣，第三個你要有足夠的溫度點燃它，哦，這三個是缺一不可的哦。那所以呢，市政府現在假扣押。要帶災民去求償，那這個消防人員說，當時一爆炸，他自己覺得可能掛了，看見人生跑馬燈，啪啪啪啪啪啪啪過去的事情哦。安南區哦，那麼驚爆的蘑菇雨好像那個核子彈一樣啊，所以呢，救災車被炸毀，像戰爭一樣都炸得稀巴爛啊。那另外呢，安南深夜大爆炸啊，居民呢嚇壞了，直喊說比地震還可怕哦。那另外呢，也登上 CNN 了，所以呢，恐怖瞬間，國際都關注哦。然後呢 ，CNN 還說配連2次巨大爆炸哦，所以這叫 massive explosion 大的爆炸 ，two huge explosion 2個大的爆炸哦，還有用了四片的這個民眾的賬號手機拍攝的這個畫面哈。安南區啊，這個爆炸性大火哈，它的旅美廢棄物。廢油料堆置起火，下午他的里長已經被收押了，說里長勾結業者，哦，你里長都不知道嗎？開始說不知道，哦，但是呢，里長怎麼會不知道呢？哦，你知道為什麼不通報呢？哦，所以呢，旅美，哦，然後加上廢油料堆置，溫度又高，哦，而且很靠近住宅，哦，其實靠近了，蠻危險的哈。那黃偉哲呢，原來到了新加坡。又回來台灣了啊，因為再加上台風，加上爆炸哈，已經14個人受傷了。賴清德打電話給黃偉哲說，中央可以協助救災啊。那主要是旅美的廢料遇到高溫，而且又遇到水哦，所以呢，這個火災迅速就升起來了哈。那這個金屬火災最棘手問題之一是高溫金屬跟水接觸以後產生的劇烈反應哦，旅美廢土。哦，然後呢，金屬加工啦、鑄造業啦等等電子產業的一些廢料，削下來的廢料，工作母機啊等等削下來的廢料，還有金屬粉末跟鋁渣，哦，因為粉末接觸空氣，那個體積面積都比較大嘛，哦，所以它的成品是很好啊，不管你做汽車、做皮箱、做手機、做電腦都很好，但是它的廢料風險就很大了，可溶接觸空氣面積大，快速氧化，大量放熱。火勢就擴大了哦，你粉末更容易跟空氣的接觸更廣哈。那另外呢，說爆炸政府才知道嗎？你原來政府都不知道嗎？所以謝龍介質疑有背後利益。謝龍介本來今天要參加我們節目，因為沒辦法，台南市災情都趕快跑回去了啊。說呢，火燒不掉證據，為什麼？說呢，這個火可以把垃圾燒掉，不能把證據、責任跟背後的利益關係一起燒掉。哦，他認為啊，說你看，這不是第一次了。去年後壁烏樹林、城西垃圾場大火，8月七股將軍光電案，哦，又接連起火，廢棄物太陽能板燒成一片。現在安南又炸出非法廢棄物的這個堆砌場，一件接一件。台南的環保治理真的只是差而已嗎？不只是差，一塌糊塗。他的意思是這樣哦，背後燙成一把火，證據也燒掉了，這個廢棄物也燒掉了，所以他說背後有沒有一整條的非法利益鏈，全部要查到底。所以看起來謝龍介很了解台南那邊的情況了啊，而且里長剛講勾結兩個業者，已經3人被羈押禁見了，一定有問題了哦。那炸毀了68個民宅，而且呢，這個業者呢是通緝犯，已經離境了哦，而且這些廢料還從高雄鼓山來的，我們看一下。從窗口望出去，對面建築冒出熊熊火光，沒想到下一秒，巨響接連傳來，刺眼火球瞬間炸開，猛烈震波直撲民宅，鏡頭被震得劇烈晃動，玻璃和瓷磚也碎了一地。台南安南區22號凌晨發生廢棄物爆炸，現場堆放廢棄煤土、鋁製品和鐵桶。起火後火勢猛烈，甚至到隔天煙還冒個不停，還有煤渣被炸上民宅3樓露台。這在我們家3樓的露台，可能爆炸的時候飛上去的。
爆炸現場旁的新建案也無辜遭到波及，窗戶玻璃被震碎滿地，建商趕緊發布聲明，強調廢棄物不是他們放的，地主也喊冤說根本不知道土地被拿來堆放危險物品。我嘛唔知啊，係啊，阮因為阮是敢若借互區公所加迄個因遐迄里的里長，唔知遐囥迄最危險的物件呢？唔知，阮就攏借伊攏迄個里長區公所因專權咧處理啊，所以阮就無唔知影。當局一路追查，才鎖定一名王姓男子。沒想到在深入其地，發現他不但是通緝犯，更早在6月底就已經出境。如今人到底在哪裡？災民的損失又該由誰賠償？全部都還是問號。災民的這個部分，我們先代位來協助他們，因為這個部分是牽涉到這個有人在這邊堆置危險物品，並且以及油料，所以這個責任的追究已經啟動了刑事偵查。現在台南市政府已經介入，要幫民眾代為求償，也請來國軍協助居民清理家園。而且這個廢料還不是高雄的，是高雄的廢料偷倒到台南，所以呢，台南市議員李宗誠、蔡宗豪就很氣嘛。那現在法院已經裁准了，里長跟2個業者呢羈押禁見，已經准了。來，佩強怎麼看？先第一件事遇到這種爆炸的事情，先都希望說這個受傷的人能夠趕快恢復，這是最基本的。而且老實說，像這麼大的事情，你說市府這邊沒有螺絲鬆了，我想不會有人會幫他們講話了。因為剛剛其實連地主的姐姐剛剛就在講到說，區公所跟里長這塊地，我們也不知道他們拿來放廢料，這就其實很嚴重的去表現出說，現在到底整個台南市政府的整個治理的能力跟危機處理的能力跟各方面，是不是真的五照 K 綱來行？而且老實說，這件事發生在台南。那台南一向都是說，我們在做過去這幾年有些關鍵的案子上面，其實都有蠻奇特的發展。不管說是應該是今年台風還是去年台風，去年台風的時候出現的這些廢光電板，最後面居然不了了之，還是說有關這個88會館槍擊案件，還是說有關這個台南的議長選舉，明明都已經知道說有很多弊端，但是全部都是無罪請回，所以這個各個方面讓我們覺得說，台南在經過這將近應該20年有了哈，20年的民進黨執政之後，是不是已經有一個很明顯的這個利益勾結鏈，或者甚至應該講利益勾結網的存在，導致說變成說天大的案子到後面在台南發生之後，似乎都會無消無息的慢慢晉升。我會認為說這個狀況嚴格講起來，我們期待檢調能夠給我們還給我們個真相，我們期待檢調能還給我們公道。但是以過去的這個 past record， 就是過去的這些記錄來看的話，檢調在台南是不是也有一些狀況，變成是說環保局查不到，然後檢調這邊也很多事情，最後面高高舉起輕輕放下，明明是全國人民都在注意的案子，最後面一兩個月之後就自動無消無息，直到另外一個大事件在爆發。如果同樣的事件，不要講說發生在台北市，發生在新北市，發生在桃園市，发生在台中市，應該會有很多很不一樣的訊息會出來，很多細節都會冒出來，不管是刻意操作還是民眾自動提供，可是，在台南就會變得很奇特。我甚至有在看到一些網友，大家都知道，不管是在 Thread 上面也好，還是在臉書上面，網友的發言都是特別的酸的。但是那因為說這次台南市不只是只有發生大火，而且發生了淹水。目前台南，據我所知，台南現在還很多地方雖然在退水了，不過還是在淹。那他們我記得是有一篇有講到說，台南這次有些在小吃店旁邊的淹水，水是乾淨的。那很多比較理智的網友第一時間講說，如果淹水的水下來是泥屎是土色的話，那表示說是山上掉下來的那個砂石流。但如果水是清澈的話，那就表示說水溝可能沒有清。那就有網友很諷刺的講說，在台南你燒的是乾淨的煤，在台南你淹到乾淨的水。變成是說像這樣的狀況是一種苦中作樂所做出來的講法的時候，
就身為一個民意代表，我就不禁去想說，到底台南到底出了什麼狀況？為什麼這從我入國會之後，我們一連接二連三的看到很多奇怪的案子出來，那這些案子到最後面都沒有個結果。我會期待說，不管是檢調還是公職人員，地主姐姐都直接在講的，他是借給里長跟區公所。那這麼明顯的事情，是不是應該有人把真相讓全民都知道，到底台南發生了什麼事？因為絕對不只有里長，里長不可能只手遮天啊。那麼大個地方，怎麼会只有里長能夠包庇呢？休息一下再回來。好，民进党台北市長的候選人沈伯洋在萬華辦見面會，結果呢，英系的三大咖莊瑞雄、徐國勇、王世堅都缺席。哦，出席不稀奇，缺席還是為什麼缺席啊？而且呢，徐國勇跟王世堅都說好要來啊，都沒有來啊，到底怎麼回事？沈伯洋說：“哎呀，應該是一些行程安排。”徐國勇說：“哎，我家裡有事啦。”哦，但是3個重要的咖都沒有到，不是很奇怪嗎？哦，那蔡英文現在掛3個縣市的競選黨部的主委，那包括新北的蘇巧慧、基隆的童子偉、台東的陳穎，3個他都是主委哦。但是說他最擔心還是高雄會不會掉哦，尤其高雄最近在下這個雨啊，不要忘了8年以前就是天坑太多了，韓國瑜就上來了。那現在呢，這個柯志恩哦，這個民調非常接近啊。那另外呢，還有台北市，回到台北，網路傳說台北的捷運改車廂，哦，原來捷運都有柱子嘛，讓人站的時候可以扶的柱子等等哈，說拿掉了，說為什麼呢？這樣方便中共軍隊抓人，什麼都會，這跟中共有什麼關係？想不懂，這跟中共有什麼關係？哦，說這個立柱拆掉了，還有些座椅在門旁的座椅拆掉了，是為了方便解放軍來鎮壓，讓市民無路可逃，哦，是為了軍事目的。結果他們捷運公司說不是啊，是說因為把這個空間的彈性讓出來，所以呢，不管是讓輪椅的啦、嬰兒車啦、電動代步車啦，還有攜帶大型行李的旅客，能夠有一些地方放東西，因為現在年紀大也多了啊，坐輪椅也多，他也要出來活動啊，然後呢，這個嬰兒車媽媽推小孩的啊，所以呢，這當時有柱子啊、座椅方面就沒有空間嘛，放這些東西哈。那到底跟方便中共軍隊有什麼關係？所以北捷就很氣，說這是少一張椅子，我們多一份友善哦，讓大家能夠有地方能夠放這些嬰兒車啦等等。那沈伯洋說你這個北捷說很生氣嘛，而且有人說要告，北捷說不要告啊，告什麼闢謠就好嘛，講你要闢謠說明清楚就好了哦，而不是呢一天到晚說要這個喊告啊哦。那另外呢這個。蔣萬安也替民眾黨的議員這個參選人站台了，不過呢，民眾黨議員抱怨說好像施捨給我們，柯文哲就很無奈說，主要怪沈伯洋弱到蔣萬安沒有壓力，也不需要你們民眾黨的議員來幫他什麼，他根本就沒有什麼壓力嘛，所以呢也不需要這樣替你們站台啊。那另外呢，這個沈伯洋就反擊說什麼柯文哲說我太弱。2014年柯文哲也被認為說太弱啊，後來不是當選了嗎？我們看一下，一上台就受到支持者簇擁，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沈伯洋參加市議員小雞劉耀仁的粉絲見面會。只不過攤開宣傳海報，說好會到場的黨秘書長徐國勇、立委王世堅以及吳沛憶，除了吳沛憶派助理出席之外，其他人都不見蹤影。這個我想說。雨區擴大哈，而且台風還要來啊！台風來了以後更麻煩哈。這個禮拜3、4、5都要注意哈。高屏山區緊急撤離2000人哦。今天南高屏花東停班停課哦，而且將來我講馬上那個沙德爾台風要來了哈。不管是中台、強台，對台灣可能都會構成這個相當嚴重的影響哈。高雄好幾條道路變成像海一樣變洋一樣哈。那昨天823有199件淹水的災情，裡面高雄就130件最多，台南52件，
屏東時基建，所以南高屏呢，這高雄最多啊。那另外呢，這個陳其邁說不要再罵了，不要再罵了，說高雄淹水是有原因的，因為呢，這也不過短短幾天，把全年一半的雨都下来了。現在極端氣候就這個意思。什麼叫極端氣候呢？全年雨量可能沒有變，集中在幾天下，哦，不只是台灣了，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是這樣，所以這才叫做極端天氣啊。那本來就是這樣啊。那另外呢，前陣又看到馬路的天坑了，柏油也塌陷了，看到沒？啊，連怪手都掉進去了，啊，這麼大個坑啊。那休旅車也被吞進去了，哦，然後呢，三角錐也吃掉了。哦，所以叫做天坑怪獸哦。豪雨沖刷，路基被掏空，路面突然無預警塌陷，然後呢，柏油路面在連日豪雨下出現大小不一的坑洞，哦，一個坑接一個坑哈。那2年以前，凱米台風讓高雄淹大水，市政府發包有59件淹水改善工程，只有7件完工，有的甚至還沒發包都有，哦，所以呢，這個到底怎麼回事啊？那8年以前記得嗎？韓國瑜去選高雄市，當時覺得哪有可能韓國瑜會選上高雄市長？結果呢，因為那個時候也是因為下雨，所以5000個天坑，到處都是天坑，所以那個時候創造了寒流，哦，所以現在又來了暴雨，所以高雄那邊也熱議啊，是不是柯志恩的選情會翻轉？我們看一下。路面出現巨大天坑，怪手到場處理，沒想到還沒解決大天坑，怪手的所在之處也整個陷下去。哇呀！疑似受到大雨影響，高雄前鎮廣西路24日一早出現長3米、寬2米、深1.2米的天坑。現場原先是用三角錐警示，沒想到柏油路跟三角錐一起掉下去，緊急再架設三角錐以及巨馬，防止有民眾掉入。只是沒想到繼續進駐沒多久，作業中就連怪手都陷進去，所幸工作人員沒有大礙，後續要等吊車來排除。23日強降雨下，在高雄幾乎不間斷。氣象署的高雄測站日雨量531.5毫米，全台第一。梓官、新達、茄萣都破500毫米，全台灣前15名，高雄就占了前14名，甚至造成大寮永芳里的農路直接變成水路，周遭道路也是嚴重積水。雖然現場緊急拉起封鎖線，但還是有機車騎士不熟悉路況誤闖，差一點就熄火，最後只能用牽車的方式通過。很難想象說這個農路全部被淹沒了，而你在市區啊，我們說實在早上發生事情哈，大概3、4個小時都可以排掉，但你告訴嘛，這你把水跟路全部淹在一起，你很難辨別。家裡多少家多少30年都不知道，他樓裡對呀，跟外地。在大寮當地還有2件工程多次流標，造成地方不滿。20年來淹水狀況沒改善，讓柯志恩很酸。治水不能只停留在預算數字。當年都安尼，一下大雨就是攏安尼。就這個情形啊，對種大牌攏定直接啊路刷，人啊差不多刷，管家他晚3、4點鐘看會了的。高雄平均一年的降雨量是1500到2000毫米，也就是在這4天下了將近50%的這個降雨量。針對多次流標的部分，陳其邁請水利局回應，而水利局則說，目前已經增加169萬預算要來處理20年沒辦法解決的問題。我記得，因為我在立法院是好長一段時間了，每次談到治水預算，沒有人敢刪，1毛錢都不刪，好幾次都是只要行政部門提出來特別預算，弄鬼，而且速度之快，只要一個大颱風下來就有一個特別預算，一個大颱風下來就有一個特別預算。那我們人家卓榮泰怎麼沒有錢可以去啊？只能打電話。所以這個是很奇怪的哈，卓榮泰有錢浮選，沒有錢沒有費用去看災，怎麼會這個樣子？我看他可能是看到說啊，台南那金牌款啦，這個大水災淹到車子那裡啊，去得很難看的，說不定是心裡想這個，但主要的目的還是要對抗在野黨嘛，把這個當政治鬥爭啊，很糟糕哦。那剛才有人提到說，哇，北北基占的錢比較多，什麼之類，我給各位一個數字哦，這個數字是精準的。從1982年到2013年，整個治水預算將近2800億，北基占了59%，很多哦。台南7%，高雄4%，那是2013年之前的。2014年以後到現在，我們又丟了將近2000億。這2000億呢，北基就分到5.8%。你看，從原來59%少一個零啊，變5.8%，北基變5.8%。好，那台南呢？
從原來的7%變成15.9%，等於16%。高雄從原來4%等於9.5%。所以換言之什麼？在這段時間，這樣從2013年之前，2014年之後，2014年北基你看大幅少一個0，那台南跟高雄基本上是翻倍以上。我們所了解的水災的地方都是偏南部，所以一次南部的立委一定講話就大聲愛錢，沒有人反對，統統支持。但是老百姓要問一個問題：為什麼錢越編越多，然後一水災來的話，然後颱風過後之後災情越來越嚴重？這個要追究，我認為要追究到底錢花到哪裡去了？錢花到哪裡去了？這個不是前一陣子有個颱風嗎？賴清德那裡也是這個上面是頂不到什麼之類的。像這些來講的話，就是你會發現到很多的畫面，然後政治人物我就不了解說，比如說現在台南這麼嚴重，賴清德的本命區，賴清德他敢說沒有錢他不去看嗎？那如果賴清德去看災，卓榮泰不去看災，那這個事情就大條龍。我是覺得這個卓榮泰不要作秀算計過頭了，你得罪你的組織，這才是嚴重的事情哦。我真的这個治水預算呢，政府花很多錢，好多錢呢。哦，但是那個績效很難嘛，因為他就說啊，風雨大了。我真的記得我當環保署長的時候，那時候也是中南部淹水淹很凶。郝柏村當時當行政院長，陳玉是那個公共工程委員會主委嘛，退輔會那個那個榮工處下來的，把縣市長都找來。郝柏村就問說：“我們花這麼多錢，你們到底用在什麼地方？你們誰敢講你們的治水預算沒有偷工減料，沒有貪污中飽私囊？舉手給我看。”沒有一個縣市敢舉手，縣市長都沒有把握。他那個錢下去怎麼用的，他也不敢確定了。每到下大雨就淹水，淹水錢就下去，那怎麼都看不到績效呢？董明，這個問題啊，其實高雄看得非常的明顯啊。剛才賴士葆委員也講了。高雄大淹水，它是沒有錢的問題嗎？台南大淹水，它是沒有錢的問題嗎？不是啊，這是你拿到了錢以後，你的縣市長、你的行政、你的選擇的治水方案嘛。為什麼相對來講，一樣很大的雨，你說台北不會積水嗎？會積水啊！上次不是時雨量破100的時候，內湖就積水了嗎？那大家不是一樣把蔣萬安罵得很凶嗎？可是事實上，這個是真的沒辦法。你要解釋極端氣候，這個是真的極端氣候造成。因為台北市這麼認真的在修地下排水系統，但是呢，它的時雨量的容許度就是78毫米嘛。所以你如果78毫米以上的100毫米，你就會積水了嘛。可是問題是你有了地下下水道，你就算積一下，你很快水會退。現在高雄跟台南的問題，除了雨量非常大以外，它積了水不會退嘛？為什麼？因為拿了那麼多治水預算，它不要去做地下下水道嘛。當年陳菊任內的時候，是高雄治水預算暴升最高的時候。陳菊呢，就因為他要表面的政績，他不願意做地底下的工程，因為那個擾民，又做很久，又得不到好處，他就不要做地下下水道的工程。他跑去幹嘛？他跑去挖那個滯洪池，他去挖了很多的洞。可是你那些坑，你說啊，雨大一點了，我在上面可以吸納一些雨水。可是雨真大的時候，那個滯洪池也滿出來了嘛，那不是又更造成更大的淹水嗎？那同樣的治河裡面也一樣，台北市不知道說基隆河景多漂亮嗎？對不對？我們不能夠發展基隆河變成像愛河經濟嗎？台北市的歷任市長有那麼笨嗎？不是啊，你就是怕淹水啊，所以台北市才會犧牲基隆河景，然後蓋那麼高的堤防嘛。那你的愛河，你為了那個市長的政績啊，每天都說愛河多漂亮，多漂亮，多漂亮。你不下雨當然很漂亮，你一下雨，愛河毫無堤防，是不是就漫天大水？那高雄這樣子搞法，你在投多少錢都是沒有用嘛。那再加上到了陳其邁，大家看看他的行政怠惰有多嚴重，他2年前
大雨淹水，他們發動的59件治水工程，到今天2年後了，7件完工而已。好些連發包都還沒有發包，你這個什麼行政效率如此之差，如此的怠惰，你要民眾說啊不要罵了，不要罵了，你陳其邁好意思說，我們還不好意思聽呢。台北市是什麼政策？哈，台北市從我當議員就採取一個叫做高堤政策，就永平剛剛講的，因為台北是盆地，所以下雨的時候會積水，基隆河、淡水河又比台北市高了一淹。所以呢，河水會倒灌，所以要堤防建起來，所以叫高堤政策，高的堤防。但是呢，下雨積在台北市怎麼辦呢？抽水機抽走。所以呢，台北市你看到處都抽水站哦，有抽水站，然後呢，所以當雨一大的時候，堤防門就關起來了，你就不能夠到河，平常是可以到河邊停車什麼，所以一關起來以後呢，雨下在這個市區裡面，河川不可以倒灌，然後雨水怎麼辦？抽走排到河裡面去。那抽水機在這時候不能壞，養兵千日用这一招。有时候抽水上次正大那时候抽水機壞了，好慘，那個木柵地方，那就很慘，對不對？那然後我就帶着市政府官員去看了，我說抽水機怎麼淹了？他說因為一下雨抽水機淹死。我說抽水機不會提高一點吶？後來抽水機提高一點，但那時候抽水機蓋在平地嘛，所以一下就淹了。所以高堤政策加上抽水機，那每個都市情況不一樣了。每個都市要有自己的治水、防洪、治水的理念，而且是一個長期的計劃。休息一下再回來。應該都是一些行程安排哦，因為現在選舉這個如火如荼的展開。因為莊業雄委員人在台東遇到豪大雨，所以飛機無法起飛。而徐國勇秘書長原本也是要來的，他本來是5:7分要做演講的，因為家裡以後突然有一些事情，不知道王世堅委員他會來啊，為什麼會不會來？不要做任何那個無謂的猜想。就怕被人做文章，沒大咖助選，但直到活動結束，都還是沒有看到王世堅的身影。就是因為我們弱，所以我們現在才努力的在這邊走動。柯文哲當時剛出來的時候，大家也是說他太弱，但他最後贏下了市長。蔣萬安今天又到嘉義輔選，比較沒有關心到他去了哪裡哈。那蔣萬安他要今天去哪裡他要怎麼去輔選，那是他個人的選擇。倒是沈伯洋想找出對手市政解答，第2度向對手蔣萬安下戰帖，要來市政辯論，而且越多場越好。我每天都在跟各位說明市政，這樣最重要民眾關心的就是做實事，而且持續推出務實可行的各項行政。不上對手辯論擂台，蔣萬安用市政成績做出回應。永平怎麼看台北市選情？首先，我覺得沈伯洋選到現在就網絡聲量來講呢，他算是聲量很高。可是除此之外呢，乏善可陳。那這樣的原因主要就在於說，他雖然會提出一些讓大家覺得很吃驚的想法或一些新的名詞，但是因為他打不到要害所以他提出來的東西呢，如果我們只講一個概念吧，就是叫做無感政見。他提了一大堆的想法，像譬如說什麼夜間市長這種事情，你在歐洲可能你提出來，大家還會有點感覺，因為那些成大的都市，白天跟夜晚治安差別很大。可是台北不是這樣的城市啊，台北是一個治理的相當良好啊，你外面天黑了半夜了，你在外面走，甚至你跑到 ATM 去領錢，你都不會有任何心理壓力啊。那這個跟歐美哪能一樣啊？你自己看看，你如果有去留學過的，你有在國外生活過就知道，你在那種歐美大的城市，你不要說晚上了，你白天去 ATM 領個現金，你都要還東看西看的，害怕會不會有扒手或者是有人搶劫，對不對？我的意思說，治安各方面差別那麼大。那所以你提一個什麼夜間市長，難怪大家會覺得說啊，你不在那恭喜啊，人家是為了解決夜晚的治安啊，那個什麼垃圾的種種問題。那台北早就垃圾不落地都多少年了，然後什麼噪音問題，你打1999比你搞個什麼夜間市長有效的多了嘛。所以他提這種無效的東西，然後難怪大家就會第一時間就說，那你是不是要開放色情業跟紅燈區？就沈伯洋又很生氣，說你們幹嘛沒事來抹黃我？所以沈伯洋創造很高聲量的話題也是他自己創造的。可是這
些事情呢，大家討論起來呢，都覺得沒有切中要害，也沒有營養，所以呢，你就沒辦法轉為支持度，沒有辦法轉為你的那種大家對你的熱情嘛，那都沒有辦法轉換的時候，那你當然就變成一個弱勢的對手啦。那難怪這個柯文哲會虧他，可是柯文哲虧他，沈伯洋不高興，還要回嗆柯文哲，那這個就更沒有必要了嘛。現在比較有可能轉票給沈伯洋的是白營裡面比以前親綠的嘛，而不是國民黨的嘛。國民黨的鐵板一塊，你怎麼可能跑去支持沈伯洋呢？就他還在虧這個柯文哲，我覺得他的戰略選擇。蔡英文為什麼不能夠沒有要當沈伯洋的主任委員？他已經當其他3個了。他沒有不當啊？為什麼？但是现在没有出來嘛？沒有，還沒，然後慢慢談啊。我覺得還好啦。對蔡總統來講，他當然都關心選情，有需要他都一定會到場啦。哈，我覺得倒還好。但是我覺得沈伯洋這一個事情哈，大家也不要想太多啦。事實上是這樣，因為這個是劉耀仁議員的活動。不是沈伯洋，你說徐國勇跟沈伯洋5月就合體過，6月合體過，王世堅也跟他合體過，好，所以其實這幾個大咖其實都跟沈伯洋合體過，而且徐國勇還是北基的總督導，好，我覺得他們同台的機會還有了哈，是不是這個劉耀仁議員該打屁股？是不是你沒有跟人家聯繫好？哈，這個你自己要檢討。但我要講一個哦，就是說選戰進行到這邊哈，如果因為誰沒到，你就覺得說他就是因為大家不看好他，倒也不是這樣。有時候真的行程上面聯繫會出一些問題哈，我覺得這個就是劉議員你自己要檢討。蔣萬安這次這個外溢效果已經非常明顯在顯示了哈。昨天他是到你們去對不對？昨天到嘉義市來幫我，到你对來幫我助選，效果應該也不錯吧，效果非常的大哈。第一個，我們先成立了聯合的一個婦女後援會，哦，就是說不是只有在嘉義市這個婦女幫齊凱而已，哦，就是現場這些女性，她們也非常喜歡蔣萬安，所以她們也幫那個蔣萬安。如果說是在台北有親友，他們都幫忙拉票，這聯合的2個人聯合的婦女後援會。第二個，剛講受到多大的歡迎啊！昨天嘉義昨天也是下大雨。可是我們安排了一個很重要的行程，就是我們希望蔣萬安跟下到這個嘉義啊，可以幫我們一些店家可以做一些行銷。好，所以我們有包括一些豆花，好，所以說這個雞肉飯請他去。結果我們去的時候，那個磅礴大雨，我們剛剛第一站下了進去的那個林聰明砂鍋魚頭，本來那個菜都已經準備好，我們一口都沒有吃。萬安跟那個永茂市長都講說不行哦，外面的人太多了，你知道嗎？外面下大雨，這個外面擠了一堆人，他們都是等着要看蔣萬安跟永媽的，然後幫齊凱加油的。他撐着傘，後來我們一口都沒有吃。我們3個人就套起那個雨衣，我們就走出去了，跟民眾握手，然後一起拍照，一出去，然後去介紹我們那個嘉義非常有名的品安這個豆漿豆花，大家知道嗎？我們嘉義吃那個豆花哈，不是像台北加糖水啊，我們是全台灣唯一，我們就加豆漿啊，豆上加豆，我們是唯一的，我們在豆浆上豆花上面是加豆浆，豆上加豆，所以非常的好吃。好，然後行銷完，我們去劉里長這個雞肉飯幫嘉義行銷，一路上人都是滿的。你可以看得出來，蔣萬安在這個嘉義市受到很大歡迎。可是我提一下，民進黨怎麼樣怕蔣萬安到嘉義去幫我助選？他們昨天還辦了一個活動哦，把交通部長跟內政部長都找去，他們只是要對打，結果大輸了，完全蔣萬安完勝。我剛剛講了，他們找了劉世芳啊，內政部長竟然說要去輔選王美惠，結果前次才發現說，前次不止王美惠去打了警察，他還去刪了警察的這個預算。然後交通部長去那邊去推翻了之前的這個承諾，連黃敏惠市長跟嘉義市民84個里長全部聯署說要的這個高鐵的連外道路，他們竟然去推翻了。昨天啊，老蔣，昨天不是蔣萬安完勝，我覺得現在交通部長欠我們嘉義市民跟黃敏惠一個道歉，請他趕快道歉，而且回復趕快給我們高鐵的連外軌道工程。接下來再回來。那馬上要開學，3個禮拜，老師在哪裡？缺老師，尤其新北、台北、雙北，入不敷出，就是轉移出去的老師比要見老師多。以前不一樣，以前我做議員的時候吧，很多外縣市希望調到台北市來，因為台北市的一切都比較好。但是現在教師待遇一樣啊，薪水一樣啊，但是台北市、新北市、台北雙北居大不易啊，而且呢壓力又重啊，所以很多現在雙北老師還希望調到中南部去哦。
那6都缺了將近800個哦，連代理老師都很難找哦，所以呢，到現在為止呢，都還沒補足啊、哦。連台北市的金華國中、敦化國中這種明星國中哦，都缺哦。金華國中差了7個代課老師，招考18次，沒有人報名啊！哦，尤其現在理工、技術類的老師特別缺，因為外面需要人嘛 ，AI 啊什麼需要人，我幹嘛到學校當老師？除非我很有熱情，我真的把這個教學當成我的職志，有人是很有興趣的，那否則的話待遇差很遠，外面可能多1倍的薪水啊，要挖人了啊、哦！所以呢，這個明星學校。還都缺老師哦，這個也很奇怪哈。而且你知道，明星學校家長要求也比較大，老師壓力當然比較重了哈。那雙北呢，入不敷出200人哦，而且說有些什麼叫老師們友善呢？友善不友善呢？聘跟權利義務哦，聘期的權利義務失調，然後呢，這個行政工作過度集中，很多老師不願意去兼行政工作，但是你學校你不可能再聘一堆行政人員啊，所以都要老師去兼呢哦。然後呢，這個職場霸凌跟派系文化還是有些這個派系哈。然後這個高壓的家長，有些家長要求太多，不合理的工作條件，所以變成認為人家說呢，老師啊這個工作環境是不合理的。那現在搞了半天，教師跟護理師一樣哦，教師呢有證書的23萬人，教師要有證書啊，結果任教的15萬，哦，然後呢不任教的7萬5，哦，所以呢有1/3的教師呢是有證書，但是不去教書，跟護理人員也差不多有將近1/3不去當護理人員啊。而且審計部說，國小的代理老師超過1半是他沒有合格教師證的，54.57%是沒有合格教師證，國中29.35%是沒有合格教師證的。哦，那你沒有合格教師證的，你沒有受過這個基本的要求跟訓練，那到底教書會不會有問題？哦，這是另外一個事情了。哦，現在不管那麼多了。哦，所以而且呢，以前還可以看得出來，他們現在去修改哦，把这個網絡啊什麼這個方式統計方式修改後，你還查不到到底多嚴重。我想教育部也是故意蓋牌，這樣你查不到，你查到每天罵我，所以呢教育部被罵，所以你這麼蓋牌幹嘛呢？啊，蓋牌幹嘛呢？說現在校園濫訴問題很嚴重，動輒去告老師，哦，還有呢校事會議的制度，所以呢推力太強，拉力太弱。要拉老師教書的力量弱了，把他推走的力量比較強。我們看一下。從國小到高中，雙北地區明顯感受到教師脫北潮，代理老師已成為維繫校園運作的關鍵人力。看到台北市的數據會更加有感。112學年度全市代理教師有2195人，其中位居教師證者685人，佔比31.2%。到了114學年度，代理老師人數2210人，無證代理教師增至904人，佔比提升到40.9%。至於新北市也有類似情形，114學年度代理教師3627人，約佔全體教師的15.93%，其中位居教師證的代理教師有2102人，佔比高達57.95%。其實，在現場有非常多，他就算是3招代理教師，他還是持續代理10年、20年的大有人在。那你說這些人對教育現場的貢獻沒有嗎？但我覺得是不能這樣說，而且他的教學經歷在逐年的在現場的累積，其實不會比一個剛出社會那修師培教師證的老師還來得差。所以在現在的缺師然後少子化的狀況下，我們怎麼樣去把現在的這些現有的生力軍就已經在現場的老師，我覺得去制度上的讓他們留任，我覺得才是一個很重要的。然而追根究底，教師荒的困境還是得從源頭的薪資結構與工作環境着手改革。佩強怎麼辦？校事會議在我們這個會期已經被退回了，因為這個校事會議這玩意兒，其實讓很多老師很不想繼續教下去。現在對於老師來講，這個職業已經跟過去完全不一樣，變成說是另外一種的高風險、高壓力。因為現在老師第一個不被尊重，第二個他們能教的東西，他們能教的東西還是能教這些個，他們不能把自己當這個做個職業。
我認為教育部他一天到晚把老師當做一個職業，好像強迫你一定要當好老師這件事情，對於學生、家長跟老師都是很不利的。那變成是說，現在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直升機家長，那我必須要講說，學生的權益需要去重視，但是老師的權益也需要你去保護。所以，如果我们部門把老師保護好，讓老師好好教書的話，未來我們的小孩就不能被好好受訓。來，是吧，兄？這個老師真的是變成是高風險的，其中有一個，你剛才提看到數字啊，雙北是很嚴重的，雙北的家長素質比較高，要求非常多啊，特別是什麼要當導師的，當然趕他們戲呀。都怕得要死，而且現在學生來講，你國中來講的話，國中有的發育很好啊，國中這基本上長得很快啊，對老師其實有時候會講一些什麼有的沒有的，然後呢，我們又最近這個是公部門又產生一些霸凌的事情，大家非常注重霸凌的事情，老師如果講話講的學生不太愛聽，他就回去跟爸爸媽媽講，告你啊，說霸凌啊，這個東西就很麻煩，所以老師待遇也不高，然後呢，工作時間長，如果接行政工作，那也得了，大概能夠躲就躲。劉明，今天這個事情真的令人好感慨哦！我20年前在立法院教衛委員會的時候，當時所有的陳情都是呢流浪教師問題，就一大堆人想當老師，可是他找不到工作，到處流浪。結果20年後呢，現在變成教師荒。那可是還是很多人取得教師資格啊，可他不要走到這個工作，那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嚴重的警訊啊。那過去10年變本加厲，除了剛才2位委員講的問題，我覺得民進黨政府也要負很大的責任。民進黨上台以後呢，老師教學意識形態也要被審查，動不動就被家長、被學生去投訴說什麼什麼，老師怎麼可以講？那個北一女那個歐桂芝老師不是好明顯嗎？那你這種意識形態也要被檢查的時候，這老師真的是痛不欲生啊！是因為我們在第一線啊，我教師工會也跟我蠻好的哦，確實他們現在遇到就是說，怎麼樣實質解決老師缺的問題哈，所以現在很多徵老師的都備註說不用負擔行政工作，這是第一個。那有行政工作，我們希望這個給行政工作的獎金應該要提高，實質幫助老師加薪，讓他們有誘因留在現場，而且真的要保護老師，因為家長的要求越來越高，所以如何在家長跟老師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這恐怕是中央跟地方一起合作來想辦法的。沒錯，要從尊重老師做起，要先給老師該有的這個尊嚴的。然後講我們現在之前砍了他那個退休金、年金，對不對？然後後來薪水又沒有跟上，我覺得先這部分應該趕快去補強。好，這是一部分。第二個，行政工作有時候兼的真的太多了，我覺得該